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法广的文章，作者肖曼。中共高官在美财产不保，美国阻遏中国攻台的狠牌。今年2月只有28天，就在这一天，美国国会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召开涉及中共威胁的首次听证会，获得罕见关注。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的2个委员会先后通过了最少8个专门针对中共的议案，创下几十年来的纪录。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美国行政当局、不同党派及学界精英的共识相关。美国上下左右对中共全面觉醒的同时，中共2中全会公报也提出关于国际局势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警告。一旦攻台，中共高官在每个人资产不保。2月28日，美国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通过了10多项议案，其中至少8个议案和应对中共有关。在这一历史罕见的大阵仗中，最为抢眼的是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系列报告和一个所谓的554法案，内容涉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给中共高官及其家属提供服务，要求美国财政部去调查中共高官在美国的个人资产。提出554法案也即台湾冲突阻遏法的是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法兰西·希尔 （French Hill）。他说，他的法案目的是要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让台湾濒临危险不仅会使他们的财物被公诸于中国公众之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掌控，还会让中国领导层和他们的家人面临严厉的金融制裁。但希尔指出，他们能够避免这些代价，只要他们能够从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军国主义威胁后退。据介绍，554法案里面提到，如果中共要入侵台湾的话，至少要制裁10个人，分成3类。第一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2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3类是中共中央委员。众所周知，美国众议院议员提出一系列法案支持台湾，是为了在战争发动前提出具体有力的警告，来预防中共来攻击台湾的行动。美国议员们是要提前动手，让中共知道入侵台湾会面临多大的代价。大陆方面的反应可以想象，而不少海外华人对于以上内容的制裁效果抱持信心。乌克兰战争后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前车之鉴，中共高官权贵嘴上都是主意，肚子里全是生意。他们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放在美国，给了美国一张狠牌。美国国防部官员强化阻遏中国将会有效。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利·拉特纳 （Ely Ratner） 3月2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讨论中表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能力增强，他也变得更愿意冒险，更愿意使用他们的军事手段，这是此前人们未曾见过的情形，也使得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具挑战性。但美国正在与盟友构建阻遏中国侵犯台湾的能力与韧性，他不认为未来10年中国会试图入侵台湾，因为中国付出的代价太高。拉特纳说，美国正在做的就是建立遏阻，也就是威慑，使北京领导人每天醒来都认为今天不是时候。我们的评估认为，目前正是如此，我们的阻遏是真实的，阻遏是强大的，而且我们将竭尽所能确保它从明天到未来都是如此。我认为我们做得到。拉特纳也提到，他最近在国会听证会上被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Marco Rubio） 问到，美国是否有办法在未来10年不会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台湾的情况？美国的阻遏是否有办法维持？他在有限时间里做出的最简单的答复就是：是的，我认为我们可以。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眼前的挑战是巨大的。中国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他们也有野心。我们知道这些。不过我们正在做的是强化那种遏阻，确保对北京来说，侵略的代价依然是令人不可接受的高昂。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卡根不要掉进美国陷阱。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近日也警告北京，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错误。卡根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以1战和2战的历史为鉴，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挑战美国，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北京决定攻打台湾来挑战美国，也会遭遇一样的风险。卡根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
习近平以为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是非常糟糕的误判。实际上，过去100年，中国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繁荣，而北京反对这个秩序源自于野心，而不是中国利益的产物。卡根希望通过他的新书传递一个讯息，那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他所说的美国陷阱，往往令对手低估美国，有可能鼓励一些可能的侵略者采取行动。但是美国一旦行动起来，这些侵略者无一例外的会失败。卡根指出，我想知道习近平是否明白，如果他真的选择参与这种级别的对抗，他是在危及自己的地位。我向中国人提出的建议是，他们需要想得更远一点，要从长远考虑，他们真的有能力与美国及其所有盟友长期对抗吗？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